各位朋友来着了，这是这一轮最后一轮魔王挑战。这位朋友不光在舞台上陪伴了我们3年，也用他的脱口秀陪更多人走过了他们的中女时代。掌声有请小鹿。我很庆幸自己今年还是回来了喜单3的第1期，因为我会觉得大家又丰富了很多，而且大家还是在线下演了很多年，攒的很好的东西在这里绽放，我就觉得哇，就是砰砰砰砰砰又开始放烟花了，我就觉得很幸福。就是你会很希望呈现出一个很好的这种对决。谢谢，嘿，谢谢大家好，我是小鹿啊，嘿，我最近呢在备孕啊，这句话你们是不是感觉什么时候在哪里听过？就是去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听过，还有前年的这个时候，在这里也听过啊。1年又1年过去，我的项目还没落地，我现在像个备孕界的老赖。再宽限我几天，下个月肯定怀。我现在久备不孕啊，家里人都不催了，他们甚至会开始帮我打圆场了。有那种亲戚问过来说：“哎呦，小鹿他们是不是身体有问题啊？”我爸妈：“哎呦，没问题，他们身体没问题。”哎呦，这现在大环境有问题啊，什么 AI 外卖预制菜啊，还有她老公托马斯他们家英国祖坟风水有问题啊，别听他俩瞎说什么备孕，其实私底下烟酒都来啊。我从来都不抽烟啊，现在也不喝酒了，每天都喝中药，扎针灸，吃叶酸，补充维生素 A、B、C、D、E、钙、铁、锌、硒、辅、镁、Q、10，基本每天送服一张元素周期表。我的身体在炼丹，再过3年我能生下一颗魔丸。我现在太补了，现在托马斯亲我一口都要流鼻血。亲完之后，哦呦，好上头的女人。托马斯也在喝中药。这个外国人喝了人生中第1口中药，就理解了为什么中国人形容努力要说吃苦。他现在吃的苦中苦，就为人造人。也理解了比冰美式更苦的只有热中式。我听说塑料包装里的微塑料是有可能会导致不孕的，所以我现在全面拒绝。刚才在后台，演员递过一瓶瓶装水，我说不用了，我在备孕。他看了看那瓶水，以为自己递的是一瓶避子汤，又看了看我，那个眼神好像我是那种冷宫里的风妃。就在他的想象中，我肯定每天都在加微塑料，微塑料，杀了微塑料。备孕需要情绪稳定。脱口秀最重要的就是情绪不稳定，所以我现在呢减少了演出现在每天11点前睡觉，不上社交媒体，不喜欢的人就不理拒绝有效社交，停止向外证明，全面自我中心。再这么发展下去，要么孩子出生，要么我出家。我朋友听完我的备孕日常之后跟我说：“哇，你现在好爱自己呀！”我说：“爱啥呀？我都是为了备孕。”他说：“你就是为了自己呀，你在善待和照顾自己。你想想，你现在都愿意为了自己暂缓事业生孩子了，还说不爱？妈呀，磕到了！我不爱江山爱自己。”我披着备孕的皮，行爱自己之实，霸道自己爱上我。重生之我在苏州河畔爱上久备不孕的自己。哇，好先锋的 CP 啊！我写出这个段子的时候，我觉得 AI 永远都替代不了我，因为 AI 不会爱自己 ，AI 就没有自己。真的很像一个风飞。我现在太爱自己了，你想想，我都愿意复制自己的基因了。
那相当于愿意把自己的专场放到线上了，说明我对自己太满意了。你想想，我去复制一个携带我的基因，但是又比我更好的小孩，那算不算遇见更好的自己？家人们，不要爱抽象的自己，去背具体的运，啊，背运可以帮你挡掉所有你不喜欢的事情。哎，你出去应酬，别人让你喝酒，你说啊不用了，我最近在爱自己，听起来像个走火入魔的嬷嬷。但如果你说我在备孕，哎，道德高地，对吧？周末团建不想去，我在备孕啊。对象想跟你亲热，我在备孕，不能熬夜。备孕太好了，我觉得备孕把爱自己具象化了。我现在沉迷备孕啊，我现在都有点怕怀上了。我甚至产生了一个疯狂的想法，我觉得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的备孕的话，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人间。你们先别骂，听我解释一下。首先，我们要破除对备孕的刻板印象，备孕不是怀孕，就像背单词不是考托福一样。不想生也可以背，啊，不要因为你是一个单身男人、绝经女人或者100岁老人，就不去备孕。备孕是一种生活方式，备孕不是为了生人，是为了人生。如果全世界都开始认真备孕，世界和平，战争都打不起来，因为备孕的人上不了战场。我们不能熬夜，啊，不能接近有毒物质，不能情绪不稳定。你想想，那战场上炮弹一响，多少二手烟？无人机一炸，多少微塑料？啊，那坦克一开过来，你情绪多激动啊！看到举着坦克的吴京。哎，我现在沉迷备孕，我甚至还录了一个真人秀节目，全程记录我备孕，隐私全部暴露。托马斯啊，检查出了一些生育问题，非常的有损生育。我现在不能透露，反正播出你们看吧，可以说是一举推翻了大家对于外国男人的刻板印象。那现在啊，都开始顺着电线杆找偏方了。都说备孕的压力要越小越好，我这么真人秀、脱口秀的昭告天下之后呢，确实很难压力小了。啊，以前观众见到我啊，小鹿喜欢你，以后观众见到我啊，小鹿，加油！托马斯，你更是啊。总有朋友劝我说放松一点，说孩子呀，往往就是你最放松的时候就来了。真的吗？我最放松的状态，那就是熬夜、喝酒、吃外卖。啊，什么最放松，越放松的时候越能怀。那我这辈子最容易怀孕的时间，那就是我高考结束那个夏天。不可能，托马斯还在上小学。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放松的干成一件事情，因为我人生所有的经验都是这种竭尽全力之后先苦后甜，所以我会觉得这种久备不孕、苦尽甘来遇到你，才是我的孩子该拿的人生剧本。我希望我的孩子以后出生之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干了。备孕啊，改变了我很多。其实现在除了备孕之外的事情，我都放松了很多。比如说像今天魔王挑战赛，谁想来打败我什么的，我都非常的理解并祝福，非常的理解啊！大家都来吧啊！毕竟谁不想打败一个久备不孕的脆弱女人呢？开玩笑，开玩笑啊！我觉得脱口秀比赛啊，跟怀孕一样，努力很重要，很需要努力，也需要运气。很高兴能成为大家脱口秀的验孕棒。谢谢大家，谢谢小鹿，请坐票。咱快点聊，然后你就该休息休息，好吧？鲁豫老师，这个跟小鹿其实是老朋友了。对，我现在想想，我其实真的一路作为观众或作为采访者，一路看着小鹿有很大的改变。我第一次看小鹿的线下演出，其实是我看中文脱口秀演员的第一场演出，就是《女儿红》。哦，对对对，在北京。然后我上一次见小鹿是他拿了第2名之后，我们做了一个采访，眼中花树。那时候小鹿现在完全不一样，你当时有多么的
惊慌，你还记得吗？我记得，我说的每一句话我都说，老师这个可能之后要剪掉。对，他每一个句号之后就说这可能不行吧，可能要剪掉吧，然后不断的修正自己。其实到现在也就是2年的时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啊，是吗？你不觉得吗？你今天的表达多么的畅快自由，然后也很勇敢，太棒了，像个风飞。这难道不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吗？最好的状态吗？对，为你高兴。谢谢，我也很开心。自己现在我觉得状态比原来松弛很多。其实像今天比赛我也很紧张，我在台上也是麻了，但是我原来在后台我就会觉得怎么这么没有出息。那我今天我就会觉得不要去谴责自己，这个状态是没有问题的。任何一个喜欢尊重舞台的演员上台之前都一定是紧张的，那就接受这个紧张。那我要享受这个紧张，所以我现在终于愿意花时间跟自己待到一起，并且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话，讲了这么久一个梗都没有。是，再不好笑就要露宿街头了。我的天哪，你这能量太强了！他既好笑，又能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待这个世界，这个真的是挺难的，就是能把生活的这些细微，从走过的路上，从砖头缝里边，从鞋印里边把它抠出来，重新整理出来，这是一个挺难、挺了不起的一个事儿。痕迹学，谢谢。非常喜欢小鹿。从奇葩说就开始看你一直到现在，然后特别喜欢几单第一集你说的那个关于爱自己的事情，我特别想问你现在愿意跟自己做朋友了吗？我愿意了，而且我现在的我是很喜欢自己，因为昨天睡得很少嘛，今天要比赛，我就状态非常差。我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我就跟自己说，哎呀，不好意思，哎呀，让你太辛苦了，哎，没事，咱们就是今天熬过去，之后有几天休息的，我就会很温柔的跟自己说话。我也会这样，是吗？就是包括你刚才说你那个上场情绪也是，就是我以前我也会谴责我自己，可能会有同样的一种经历，或者是在一种情绪当中，就很能共情到你。他也特别能，你知道吗？你刚才在说你生一个宝宝可能会遇见一个更好的自己，然后郭麒麟从来都是他这种笑声，你知道他不会大笑，他刚才就是我在想说怎么把你给说动了是吧？他也想遇见更好的自己了。是，我也疯飞了，我现在。其实我觉得小鹿姐刚才就是后边这段 talking， 我其实感触更大了。如同我这第3次来到咱们这节目，然后点在于哪儿呢？因为我特怕自己过时，我也挺自诩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人吧。但是我就觉得你要每年脑子不找个地方动一动，好像真的你会被淘汰。您得和观众朋友们心连心啊，是不是？就是你得和青年演员朋友们心连心啊。就是我得知道现在大伙儿觉得什么样的东西是好笑的呀。所以就也强迫我学会你们俩这招了。今天一会儿回家我就跟自己多聊2句。我让真可爱，小玲玲。你看小玲玲，哎呀，今天说的又不错。真会夸。真好。那小鹿演完，这是魔王挑战，你觉得会有人挑战你吗？会有人挑战一个一直没有成功的脆弱的？会有。我虽然久背不孕，但我在脱口秀的舞台上还是很强的。好，那我觉得有这份底气就好。希望后面的朋友也有这样的底气。我们看看有没有人向魔王小鹿发起挑战。2位猛士。而且徐指导应该是在去年就向你发起过一轮挑战。对。那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呢，他这1、2年也都是凭借着这些轻盈的想法、精巧的文本，收获了很多观众的喜欢。我们掌声有请陈数。Hello， 大家好，我是陈数，我还是陈数，我又是陈数，我是陈数3.0，内存更大。想改变一下吧，想收获点改变吧。可能今年再好好努力一下，以后能够更自由一点。我越来越好了，你会越来越好吗？
大家好，我是陈数。又是一年过去了，我啥也没干，一半时间在看手机，另一半时间在看广告。现在广告也太多了吧，每天干什么都要看，让我感觉人生非常虚无，感觉我活着就是为了看广告，一直看到死，然后看广告复活。一出门也到处都是，很多广告也不好看，明星都不找了，非要大厨自己代言。就前面放盘小炒肉，然后老板在后面，我都不知道要看哪个，一个荤菜，一个素人，我还得了解这人是谁。哎呦，我比流言蜚语先认识你。查了一下，不完全是素人。2020年有一届线上全国小炒肉 PK 大赛，他拿了大王。20年，青春有你最火的一年，他参加了个青椒有你。小炒肉都有选秀比赛，这要怎么选？会让员工过来应援吗？那可是真饭圈啊！老板在上面做菜，员工在下面，哥哥加油，加油！一定要大火啊！千万别糊了。厂里还有群小猪，哥哥杀我！吃点好的吧，但这个还行，起码很有亲和力。经常在机场看到2个黑衣男子，某与某，斜着眼，插着手，背靠背，这是在干嘛？卡帕站起来了。我都看不懂，这就是他们对客户的态度吗？靠背。他俩这样，我不会想看第2眼的。他俩要是这样，那我愿意看。放广告的地方越来越多，甚至会印在飞机的机身外壳上。我不知道这个目标受众是谁呀？是天上有人要买神仙水吗？关键也不是所有广告都适合这里。我有一次登机，看到飞机外面印着“和平精英”的广告，我当时看到吓一跳啊！我说啊，这该不会要自己跳吧？不光外面，飞机里面座椅的椅背上也会放。那是我看过时间最长的广告，从北京看到上海，这也是一种北上广。关键你很难不注意到它。我一坐下来，广告就离我这么近；前面坐下来，离我这么近了。人肉推送过来一条广告，直接推到我的门牙上。睁眼一看，口腔正畸。广告很有效，现场就矫正了。即使不出门，你啥也不干，还是会有广告，对吧？你待在家里，你躺在床上，你什么也不干，你躺一天，你没事吧？有时候好不容易休息一下，刷会儿手机，开屏广告；看会儿电视，开屏广告。单身20多年，只有广告对我开屏。广告对我是真爱，广告对我强制爱。他想让我不论干什么之前都先看一眼他，还是个高需求宝宝。我必须耐心，不能不看，不然他就生气，说：“那你去找别人吧。”就给我跳转到别的软件了。很讨厌，但广告只在我休息的时候出现，从来不在我工作的时候打断我。我打开 Word， 打开 PPT， 第一个页面就是开始。不是，我广告呢，我弹窗呢，谁说我要开始了？到这一步我就已经累了困了，想喝点东西。还有那种线上会议软件，直接就是加入会议。快速会议一点秒进，我广告呢？会议能开2个小时，广告呢？这时候该放一个广告了吧？换工作，跟别的老板谈。
你很难专心沉浸的看内容。为什么现在这么多 ADHD？ 就是看广告看的。AD 广告 ，HD 高清。ADHD 广告好多。总有朋友跟我说，我有注意力缺陷障碍。我说你就是广告看上火了，怕上火呢，就多开点会员。但开也不管用，对吧？现在想不看广告是不可能的，因为现在不是导演中心制，也不是编剧中心制，现在就是广告中心制，对吧？你在平台上，你看到再好的剧，再大的咖，但你只要一暂停，他们就会缩到一个小角落里。地位高下立判，对吧？不管你是男主还是女主，看见广告主就得给广告主子请安了。综艺也是，每年这么多演员，真的是给大家带来欢笑的吗？顺便，逢场作戏罢了。我们挖掘自我，献祭家人，层层筛选，互相残杀，最后站上舞台，拿起麦克，就是为能在这里也夹上一个广告。办的根本不是脱口秀比赛，是拳击比赛。我们站上来就是为了能在每回合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能举5分钟广告。作为一个普通人，我无法忍受那么多的广告，除非是我代言的。谢谢。谢谢陈数，3、2、1，请锁票。谢谢陈数，你不说这个，我现在咱俩拿着这2个麦克风特别的真实。怎么这么淡的朋友决定燃一下挑战了小鹿啊？首先是觉得会好看一点吧，节目这样好看一点，然后也3年了嘛，也该整点不一样的了，对。该有点变化了。每年都是那样的话，感觉自己会有点无聊。因为我觉得大林可能也能感受到这个变化，是不是？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他最开始给我们的感觉是那种特佛系的，然后讲点什么，反正我有一点看法，然后呢，不管你们认可不认可，我讲给你们听。现在就是感觉和大家的，这也不能说叫共鸣，就是他的这些个锋利程度比过去更甚了。你是这3年逐渐成长起来的锋利，还是说之前其实也有就是不惜的？其实我每次写段子都会设计非常多的呈现，但前2年从来没有使用过，因为每次都失败。今年终于勇敢的。对，最初就是想到这个会很好玩，然后就弄了一下。那今年的尝试很成功，谢谢您。单飞的尝试也非常成功。我是每年都有这个想法，年年付出实践，不然的尖酸刻薄哈。是我招你了我。你那个 HD 说的是0.7吗？对，很多人了。哦，因为0.7的表演里有提到这个事情，因为你们俩是不是关系很好？曾经。还行啊，我们经常改稿，回来我俩经常一块儿改稿。你俩去年是室友吧？去年是他俩去年住一屋。哦。喂 ，Hello， 嗨，音乐软件讲的不错啊。那个我特别有想到你说那个某与某，你知道是什么吧？上海机场嘛，一下飞机不就这个吗？我到现在不知道他们是卖什么的。我也不知道，他们是广告公司哦，他们出主意的。这哥俩在虹桥机场待好多年了。牛群冯巩点的公司，这就是属于对，是的。以为是寻人启事呢哈，说哎呀，还没找着呢。对他就是。
前面讲的特别好，这个世界就是这么的对立又复杂。随着经济的发展，这个广告的存在，它有它的必要性。就像我们说，我们看这个脱口秀，其实也有各式各样的。有人是这样的，有的广告是这样的，你会喜欢一点；有的广告很特别，有的广告其实已经是一个艺术品了，你觉得很有趣。我们过去看到很多类似这样的广告。您不就拍过特别那什么好的广告吗？拍子。对，就那个带跟的牌子说声对不起，从来没说过，从来没说过。对。我也跟我提到那些说声对不起啊。挺好，你一个牌子没提，但我们都知道是哪个。我想先说，我特别认同陈述讲的，一个广告如果在适当的时间、在适当的地点出现，那谁会不喜欢呢？就比如点餐，就用淘宝闪购，价格优惠，品质还很靠谱。虽然这次是我说的，但我相信陈述早日能够有代言上广告。好，刚才是我的那个广告位啊。我觉得陈述非常好。其实有的淡人是显性的，有的淡人是隐性的，基因上会有这个大 A 小 A 是吧？对，我觉得我是一个隐性淡人，所以特别能够瞬间能够感受到陈述的气场，好像能够有共鸣。我觉得讲得非常好。其实一个广告是我们在熟悉的一件事儿。而且有人讲过，小品演过，但他翻出新的花样来，就你加的那个，在工作的时候打开 Word， 打开那些文档，进入会议的时候，的确没有任何人阻拦我。对，直接就进去了。而且我日常我是个超没有耐心的人，但是当他需要我去购买、去充会员的时候，我就忍着，我就死死的看完那90秒广告。我就不想落入那个就是消费主义的陷阱，我想跟他对抗一下。当然，对抗2次之后还会说以失败告终，但是我至少对抗了，就以一个淡人的方式对抗了资本主义。偷偷的对抗，偷偷的对抗了一下，没有成功，以身入局。对，我觉得陈述非常好，这是我第一次在线下看你的演出，感受很好。哦，谢谢。好嘞，那谢谢陈述的表演。接下来要上场的这一位呢，也是这轮魔王挑战的最后一位演员，所以请所有的朋友给他热情，好吗？这位朋友去年要避开爷爷徐德伦的锋芒，今年重返赛场，他要夺回属于自己的一切。掌声有请徐指导。大家好，我叫徐指导，我今年第2年来节目了。去年整体人特别拘谨，就是我不是很松弛，也不是很舒服。然后今年到目前为止，我整个人还算是比较松弛自然。第1轮我还是想 PK 一些稍微厉害点的演员。去年我也第1轮挑战小鹿老师挑战魔王赛失败了。徐指导和宋万博虽然是非常优秀的成绩了，但是因为票数没有超过魔王的票数，要暂时到我们的待定区。今年想再试试，看看自己有没有成长。楼上楼下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徐指导。今年刚刚也聊到了，讲了一下我的书法家爷爷徐德伦先生被诈骗的故事。我爷爷很聪明，播出以后做了个小某书号，1个月的时间涨了1万粉丝，我自己涨了1200。我努力了1年，我没追上他。你们有人刷到或者关注他那个号吗？取关他。就我现在都分不清我家谁上的节目。那天看到个营销号发我的视频，标题叫徐德伦孙子脱口秀。各位，我要早知道徐德伦这3个字去年传播比我快这么多，我真后悔了。我去年在这个舞台我就应该说大家好，我叫徐德伦。希望你们关注一下我的爷爷徐指导。我去年一边录节目一边还在北京上班，节目组听说以后就非要去我单位拍一下我工作的1天，公司没让他们进。于是这个节目组为了能够拍到我真实工作的1天，可以说是非常天才的，在外面租了个办公室让我去上班。
各位那是个礼拜3，我请假去的。这个请假理由是太难写了，领导我想上外面上1天班啊。本身我领导就挺烦我，我记得我入职，他给我的第一个工作是把我派到我们在海南的一个旗下的免税打折的那种商场，让我去支援卖那种打折免税的奢侈品。但各位，我是那种对奢侈品价格完全不懂的人，我真丢大人了。我去第1天，那个领导拿了一个打了2折的围巾跟我们介绍1800，其他人都惊呼真便宜，就我提问，我说那打完折呢？后来这个领导按照能力给我们几个新来的分配工作，这个同事 A 卖包，因为他懂包；同事 B 卖鞋，因为他懂鞋，安排我安保，因为他懂我。我那个主要工作防盗就可以翻译过来就是抓小偷，就你们也能理解，因为有很多人他商场里逛街的时候逛着逛着会觉得你们这个折扣力度还是不够大，决定自己动手。我们碰上个大爷穿上我们那个加拿大鹅的羽绒服就要往外走，我拦他以后，他跟我说是从家里穿过来的。哎，我一直以为我们店里的大鹅都是加拿大来的，我没想到还有加拿来的。但我愿意相信，有的顾客就是会穿着羽绒服来逛街，毕竟那天的海南38度啊，就他下半身还穿着短裤呢。一个上半身穿着像在南极的人，下半身居然就一条南极人呢。那个长宽羽绒服一穿，我都看不见他短裤了。我说太潮流了，大爷，下身失踪。只见他旁边那个羽绒服模特，上身失踪。你感觉谁用鼠标把衣服挪大爷身上了？换装游戏，奇迹大爷。穿的暖暖，大爷第2天卷土重来，那是更加凶猛，从帽子到鞋全是我们店里。就他往外一走，我以为哪个模特活了，而且我觉得他直接扒模特身上，这个偷东西方式也太可怕了。你说我哪天要是站在那个店门口站岗，我要是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安保服给我穿走了啊！每天过来扒2件衣服，大爷，我天天就得防他扒衣服。我那阵那个工作干得跟个阿凡提一样，我天天就研究怎么智斗这个八一老爷。我领导安慰我说，服务业就是这样，什么都有可能碰到。我说关键我现在干的工作性质也太像畜牧业了，每天就是负责把跑出来的加拿大鹅赶回屋子里面，偶尔还让我抓捕几只始祖鸟什么的。现在，但这份工作给我带来最大的困扰是请假非常困难。去年第1轮来录节目那2天，我痛风发作非常严重，就实在是出不了门啊。这几句是跟我领导说的。到了这边以后，我发现录节目那2天，我们中午12点到晚上10点要收手机。我那天晚上10点一出来的时候，我满屏幕好几十条我领导远程找我干活，质问我为什么这个失联的消息，我真是百口莫辩，我压力爆大，我想跟他胡说八道。我说不好意思，领导，我那个其实下午那个不好意思，不小心这个死了。我跳出还行，被复活了。因为我又痛风请的假，我真没什么办法。我最后憋出来一句，我下午痛晕过去了。我说领导，你有什么事儿啊？明天上午提前跟我说，因为我大概明天还是12点晕过去。下周还让不让我晕，就看那几个坐着的大夫拍不拍手术灯了啊。妙手回春，妙手回春。但我说实话，我去年就是用的那种合法合规的年假来的。我不大理解为什么有的领导你用这种合法合规的年假，他会拼命的刨根问底问你的理由。我说家里有点私事，什么私事？出去旅游，去哪旅游？我说陕西，陕西有什么可玩的？我说陕西有秦始皇陵啊，我得去看看那些不让手下休息的暴君是怎么死的。说实话，现在请假压力，你们不觉得吗？有点太大。我身边有一个朋友，大概过2个月想参加个婚礼，请1天年假，那真是提前快半年就跟我们几个关系好的去研究，在什么时机用什么话术给领导送什么东西，领导才能答应他。我说你要跟你领导求婚呢，你是怎么跟你领导请的假？你跟他说的该不会是那个领导嫁给我吧？
领导但凡一犹豫，我们在边上帮着起哄，嫁给他，嫁给他，嫁给他。以后我请假，你们几个都来啊。我说那你以后没病也能请下来病假了，毕竟嫁给你是无论健康或疾病嘛。但病假是我心理压力最大的一种假，就我从来不敢休病假，请到我病完全好透那天，因为那样没法跟领导证明我病过。我前段时间崴脚还挺严重，拄了几天拐。我请完病假以后，我休完以后刚好隔了个周末，就我恢复有点太快了。我上班那天我有点健步如飞了，那天我内耗了一早上，我决定在公司楼下找个医疗器械店再买套拐。但各位装瘸这个事儿啊，真的很容易忘的。我当时发现那个打卡机还有20-30秒，算我上班迟到了。一群新同事看着我扛着双拐飞奔，那个姿势像一个拉黄包车的忘带车了。关键他们看着我打完卡立刻就瘸了，这还不是那天最尴尬的。我领导找我交接我不在这几天的工作内容，各位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真不知道我怎么做到的。我给拐落领导办公室里，怎么回去拿呀？我不能现在回去，不好意思，领导，我这个爬了好几步啊，过来啊，聊的时间有点长，好了，好不好？我现在那个拐还在领导办公室里，没什么机会拿了，因为这次来上海之前离职了。感谢各位，主要我这么考虑的，这段节目一播出，我这辈子都请不下来假了。那我还不如干脆请个这辈子的假。谢谢各位，谢谢你们。谢谢徐指导，倒计时，3、2、1，请投票。确定辞职了，专注脱口秀了？我不能说专注脱口秀，录完再找吧，反正就是。觉得今年整个他的风格就更成熟了，还是说因为说的内容的问题？去年感觉特像一个学生脱口秀，是吧？今年感觉是一下人物转换了，还是说去年其实这是准备？去年学生脱，去年那可能是谢谢，然后不是那谢谢我那么喜欢他，我还能不认识他？你少来！主要很多人分不清我俩。现在还有那个在谢谢评论区下面说最喜欢他那个讲他爷爷的段子，就是实在有。那不能，兄弟不是讲那个什么跟孩子们打架那个？对啊，那心理活动那个是吧？对啊，可能去年老讲爷爷的事儿就嫌小，啊，今年讲自己。我真的有刷到过你的爷爷，他真的挺火的，这都推给我了，主要是。对，然后你爷爷那个备注也特别可爱，就说什么希望我孙子的脱口秀更好一点。那阵儿是我爷跟我妈共同这个操持那个账号，当时，但也半年多没弄了。具体原因就主要是因为我爷去年年底又被骗了，然后这个人家就建议我们家里把他的手机号注销掉，所以我爷现在暂时登不上那个，最近就没太更新。刚说到那个爷爷的账号时，我看罗宇老师频频点头。对，因为他爷爷现在粉丝1.2万，他是1.1万，我还得替他着急。这1.1还是我爷断更了7、8个月，然后的结果。对，我说他爷爷能这么红火，我觉得还是他的塑造能力好。对，就是他能凭着凭空他爷爷没出现，然后就一下这让他爷爷这么的受欢迎，这么的火，这确实厉害。让我想起了我也刚刚开了账号，然后是因为我跟我一发小出去，就是风游了这么一趟，去了大概还不到一个月，我那哥们儿就从20几个粉丝涨到1万多了。我回去我赶快警告他，这个上当受骗这事儿得小心一点。我有一个事情想说，因为其实我第2次那个挑战小陆老师，我特想当众感谢一下小陆老师。然后我当时第3轮讲了一个也是工作相关的段子，淘汰后2、3天，小陆老师加我微信，让我坚持这么写。然后我大概也就是1个月后，然后写的是这篇段子的前半段，也是工作的内容。然后我也是想借此机会再和他一块演出一次，也想把这个跟他说一下。然后真的感谢你，小陆老师。投桃报李，就用这段打小陆，看看到底骗没骗我。挺好，开玩笑，挺好。那我们这场比赛是魔王挑战赛，所以请大屏幕先为我们揭晓一下
魔王小鹿获得的票数是。有点难啊！我们把陈数请到舞台中央，会不会超过这样的分数呢？其实前面2次魔王挑战的时候，魔王的分数也都超过了200大关，但是我们的挑战者有人越过去了，也有人没有。陈数、徐指导，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我们恭喜徐指导209票。我就说徐指导行，徐指导，我最喜欢徐指导了。同时，陈数197票也是非常非常优秀的成绩，很棒，给这一季开了一个好头。当然，规则如此，很遗憾，我们要先请陈数前往休息区。请小鹿为他颁发金牌。祝贺徐指导带上你的金牌前往晋级区。哎，好，我先说2句啊，你先晋级吧，啊。对，我还是稍微补2句，因为我非常非常开心被徐指导打败，因为我觉得徐指导他从第1季到现在，其实你作为创作者，你是能感受到他每一句话没有一个字是废话，都非常工整、非常精致的在写段子。我希望这样认真写段子、认真做脱口秀的演员走得越来越远，被更多的人看到。非常恭喜他，非常非常喜欢你，很高兴成为你的验孕棒。首先，我必须说，这是我活了20多年赢的最大的东西。对于这个结果，老天爷给着我就接着呗，然后那就带着这份好运也好，带着它接着往下走吧。我之前是做的是这个产权管理相关的工作，如果有相关的老板呢，如果让我去您那儿上班，我一定不会请假出来讲脱口秀的，我也不会在节目上说你。我希望我可以通过这份工作找到另一份饭碗，然后